Queensland is predicted to be the next property market goldmine. 在我们的生活中有很多谣言，比如房地产对中国经济太重要了，政府不可能让房价下跌。但如今中国的房价喋喋不休。再比如年轻人找不到工作是因为不愿脱下孔乙己的长衫。但事实上外卖行业都卷得不行，年轻女性研究生都在纷纷加入铁人三项，感觉不要说长衫，孔乙己的内裤都快脱了。刚刚说的2条是关于中国经济的谣言，在澳洲这2年也有一个说法，布里斯班的房子会因为举办奥运会的关系炙手可热。本期视频我们就来一起探究一下这个问题，看看到底是一条谣言还是一个真实存在的现象呢？首先抛开房地产，我想先搞清楚一个问题，奥运会对举办城市的经济有什么影响？比如短期内有没有可能让举办城市因为旅游或赛事门票转播等等发一笔横财，或长期对举办城市的经济有正面作用？毕竟没有什么是比收入更能影响一个地方长期房价的因素了。如果人们的收入上涨，对一个地方的房价长期来看一定有正面作用。在搜索文献的时候，我发现了一篇发布在经济展望期刊的文章，作者罗特和维克多是在体育经济学领域非常有名的经济学家。文章总结了几十篇不同学者对奥运会的研究，发现了一些共性。我们先来看短期收益。作者说，很多研究都发现了一个事儿，举办城市喜欢严重高估奥运会的短期收益。他们用的方法是收集比较容易获得的地方经济数据，比如就业、个人收入、GDP、税收或旅游数据等等，然后对奥运会前中后阶段的数据进行比较，观察奥运会举办或筹办阶段是否出现了变化，最后将观察到的结果和举办城市的预测进行比较。比如2002年美国犹他州的政府预测，冬奥会将创造35000个工作年，一个员工全职工作1整年就被称为1个工作年。但有的经济学家通过分析1990到2009年犹他州的就业情况发现，无论是奥运前还是奥运后，犹他州的就业水平都没有出现明显增长。虽然在奥运会期间就业有显著增加，但也仅仅是官方预测的10%到25%。在这儿还有一个很有趣的地方，研究大型赛事经济学的经济学家有一个经验法则，如果你想知道这些大型赛事的真实收入，只需要将官方预测除个10就差不多了。那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将高估收益是一个普遍现象，那一定有什么猫腻在里面，对吧？原因是这些对奥运会收益估算的研究通常都是由举办奥运会既得利者资助，那自然谁能估算出一个更高的结果，谁才能得到这个资助。整体来看，举办奥运会不仅不能发横财，还是大亏特亏。2020年温哥华冬季奥运会总共花费了75.56亿美元，而收益却只有15.78亿。2012年伦敦夏季奥运会花了114亿美元，收益只有32.7亿美元。但只看短期收益还是有点不太合理，因为奥运会举办城市花费的一个大头是体育场馆建设和基础设施建设，无论是哪一种，在奥运会结束后都可以持续使用，对吧？所以我们还要看这些建设产生了多少长期的收益。关于奥运会带来长期收益的论点主要分为以下几类。第一，奥运会会留下一些供人们使用的体育设施和场馆。第二，对一般性基础设施的投资，比如为了奥运会修几条高速公路等等，可以带来长期的回报。第三，奥运会期间媒体曝光可以作为一次性大规模的广告宣传，有助于举办城市未来旅游业的发展。最后，奥运会可能会促进外国直接投资和国际贸易，因为这一全球事件能让全世界的投资者和企业熟悉这个地方。在这些论点中，体育设施遗产最没用。作者说，大量的研究一致认为，奥运会留下的场馆对经济的好处几乎是微乎其微，因为奥运会的项目往往需要非常专业化的场馆，对咱们普通的体育爱好者来说用处不大。而且这些场馆不仅在建设的时候需要花很多钱，后期维护也不少花，最终只能当作白项工程。例如04年雅典奥运会，大部分场馆现在已经破败了。北京08年标志性的建筑鸟巢很少被使用，而紧邻的水立方游泳馆则被改建为水上乐园。伦敦2012年奥运会的主体育场在赛后被改建为足球俱乐部的主场。
相比之下，一般基础设施的改善收益就要好一点。例如，亚特兰大与洛杉矶的奥运村被分别改建为大学宿舍，犹他州扩建的高速公路可以长期使用。然而，虽然奥运会的举办可以让一座城市加快建设那些原本就必要的基础设施投资，但投资收益跟正常的建设相比却会更低。一方面，你将奥运村改建为大学宿舍，肯定没有比直接建一座大学宿舍来的省钱。另一方面，奥运村的硬性期限确实能强制项目如期完成，但也可能因为时间紧迫和劳动力紧张而大幅抬高建设成本。第三点，奥运会对举办城市的旅游业发展确实能起到让城市在地图上被人们看见的作用。例如，1990年，巴塞罗那是欧洲第13大旅游城市，过夜游客数量不到邻居马德里的一半。然而，1992年夏季奥运会不仅展示了体育项目，也凸显了该地区的非体育景点，使得巴塞罗那旅游业迅速增长，到2010年已经成为欧洲第5大旅游城市了。游客数量也超过了邻居马德里。类似的，犹他州的滑雪度假村在奥运会结束后也出现了可观增长。但如果我们更全面的看，这类成功的案例却并不多见。巴塞罗那的成功是因为人家本来就有很好的旅游资源，海滩、建筑、博物馆等等都非常有名，而其他城市并没有一样的条件。还有一种情况是举办城市本身就非常有名，比如伦敦在2012年举办奥运会之前，人家本来就是全球游客最多的城市，年接待国际游客超过1800万人。这种情况下，想要靠奥运会进一步提升知名度也不太可能，对吧？最后一个是奥运会能吸引投资，提升出口。有研究通过分析1950到2005年196个国家的数据发现，奥运会举办国出口会增长20%以上。但还有研究发现，即便是未成功中标的申奥国，它的出口也会出现类似增长。这个就很有趣了，难道申奥这件事儿就能帮助出口吗？那中国应该年年申奥。一种合理的解释是申奥的国家本身就不是随机发生的，往往是一些经济稳定并且发展前景比较好的国家才会去申奥。比如中国是在1993年第一次申奥，那正是中国改革开放10几年后飞速发展的阶段，所以申奥的国家出口会增长是一种幸存者偏差。接下来回到视频开始的问题，奥运会对举办城市的房价会有什么影响呢？在研究这个问题之前我就在想，虽然举办奥运会整体看是有点亏，但钱是大家众筹的。比如布里斯班奥运会筹建预算中有54%是昆州政府出的，46%是联邦拨款。有没有可能牺牲的是全国纳税人的利益，而成就的是全国少数在布里斯班有房产的人呢？我在查阅文献的时候，经济学家们提到最多的一个奥运有利于房价的依据，是因为奥运会的举办城市会做大量的基础设施投资，比如交通的改善，所以有利于房价。但想要搞清楚这个问题我却遇到了一个阻碍，就是似乎奥运会对房价的影响这个话题对经济学家来说没什么兴趣，研究很少，而且几乎找不到综合性的研究。目前大多数的研究都是针对单一城市，比如对伦敦的房价、东京的房价或是亚特兰大的房价。但房价这个东西影响因素就太多了，所以我们绝不能单单以为东京申奥成功后房价比日本其他城市涨得更快，就说布里斯班也会发生一样的事儿。好在澳大利亚的另一个城市悉尼在2000年举办过奥运会，我们可以参考一下悉尼的情况。根据澳大利亚统计局的全国主要8个城市的房价数据，从1993年申奥成功到2000年悉尼奥运会举办，这7年的时间，悉尼房价上涨46.8%。这个涨幅放到今天可能还不错，但考虑到那时候澳大利亚10年期国债的利率是5%到10%，所以这个涨幅并不算高，起码绝不能得出一个结论说奥运会会让举办城市的房地产变得炙手可热。那悉尼的表现有没有在全国鹤立鸡群呢？也没有。同样的7年时间，墨尔本房价上涨57.2%，达尔文上涨50.4%，全国主要8个城市平均涨幅35%。悉尼虽然高于全国整体水平，但低于墨尔本和达尔文，更不用说鹤立鸡群了。那奥运会之后表现怎么样呢？因为在奥运会之前的几年，澳洲利率大幅降低，而且有的朋友应该有印象，08年次贷危机之前的几年，不仅是美国，全球都有一波很长时间的房地产狂热。
所以在2000年到05年的时候，悉尼的房价涨幅反而高于奥运会之前的7年，高达62.8%，但却低于全国平均水平71%。整体看，澳洲8个主要城市中，奥运会之前涨幅比较差的城市，奥运会之后的涨幅就会比较好。比如布里斯班在奥运会之前7年房价只上涨了4.4%，但奥运会之后的5年时间就暴涨了110%。最后我们看一下奥运会举办前后的12年时间，从1993到2005年，悉尼房价上涨141.8%，低于墨尔本上涨154.6%，仅略高于全国平均涨幅136.3%。所以仅从统计局的数据看，起码我没有看出什么明显的证据，说明2000年悉尼奥运会对悉尼的房价有什么正面影响。我们再来看一下澳洲的学者对悉尼奥运会和悉尼房价有什么结论。引用比较高的一篇文章是悉尼大学的陆强写的，他研究的是奥运会对悉尼不同区的房价走势有什么影响。不过要看完整的文章和数据需要支付29欧元，所以咱就看不了，老沙做视频经费有限。好在大家可能对数学什么的也不感兴趣，咱们就直接看结论。首先，陆强把时间分成3段，分别为申奥阶段、奥运会前期和奥运会后期。他的研究发现，悉尼奥运会对房地产市场的影响在不同的区和不同的时间段有明显的差异。在申奥阶段和奥运会前期，主办区的房地产市场经历了明显更高的增长，但在奥运会后期，这种增长趋势并未持续。相比之下，非主办区的房价在奥运会前期和后期呈现较高的上涨速度，但在申奥阶段则没有明显增长。这个发现有趣的地方在于，跟我们刚看的澳洲全国房价的走势很相似。悉尼在奥运会之前涨得比较快，但在奥运会结束之后，涨幅就相对一般般了。而其他很多城市比如布里斯班、珀斯和阿德莱德，在奥运会之前几乎没有什么涨幅，但在奥运会之后出现了暴涨。老沙的解释是，这件事儿跟奥运会可能关系不大，仅仅是因为在奥运会结束之后，澳洲迎来了几年房地产热潮，所以那些在前几年涨幅不大、性价比比较高的城市，在全民炒房的情绪下迎来了暴涨。不知道你们会怎么看呢？回到布里斯班，按照刚刚讲到的悉尼经验，申奥成功后的几年应该是布里斯班房价相对于其他城市表现最好的时间。布里斯班申奥成功的时间是在2021年的7月份，所以我就很好奇，到今天这4年的时间，布里斯班的房价表现有没有明显高于其他城市呢？但问题又来了，澳洲统计局的房价数据到2021年就没了，不知道他们对奥运会是不是有什么意见反正咱是看不到官方数据了。然后我就在 Google 上找，我发现不同的房产网站或媒体基本都在引用 SQM 的数据，这是一家私人机构，所以想要下载完整的数据就要花钱，还是那个问题经费有限。不过好在 SQM 免费公布了每个城市最近3年的房价表现，也算覆盖了75%我们想要了解的时间范围，也能凑合用一下。按照 SQM 的数据，最近3年布里斯班包括 House 和公寓综合房价上涨11.2%，悉尼6%，墨尔本2.9%。到这儿还不错，对吧？但阿德莱德上涨了13.6%，霍斯上涨了14.6%。显然，布里斯班的房地产市场并没有因为举办奥运会的关系出现了特别亮眼的涨幅。这5个城市的房价表现基本可以由房地产市场的紧缺程度来解释。布里斯班、阿德莱德和珀斯的住房空置率要明显低于悉尼和墨尔本这2个城市。起码从目前来看，因为布里斯班要举办奥运会而选择投资这个城市房地产的人可能有，但非常少，对市场几乎没有什么影响。说到这儿，整个事情已经逐渐清楚了。无论是从大量奥运会对举办城市经济表现的研究，从2000年悉尼奥运会对悉尼的房价表现，还是过去3年布里斯班房地产市场的走势，我都得出了一个结论：举办奥运会这个事儿，无论对经济的发展还是房价来说，都没有什么鸟用。但最近布里斯班的奥运会筹办却出现了一个问题，而这个问题反而有可能推高布里斯班的房价涨幅。根据昆州政府的公告，原计划整个奥运建设的预算是70亿澳币，
但因为建筑材料价格的上涨和劳工短缺的关系，预计奥运建设的花费要上涨到84亿，导致场馆和奥运村的相关建设计划一直在推迟或修改。比如主场馆原计划是重建加巴体育场，但现在已经改成在维多利亚公园建一个新的体育馆。虽然仍然预计耗资38亿，但却比之前的计划花得更少。原计划连接阳光海岸、布里斯班河和摩登贝的轻轨项目也被搁置，目前看来很可能无法在7年内，也就是奥运会到来之前完成。原因是这个项目的预计成本从原先的120亿澳币暴涨到200亿。目前布里斯班乃至整个澳洲的房地产市场最大的问题是建筑成本高和建筑用地限制的问题导致供给短缺。未来几年的奥运建设显然会进一步加剧布里斯班这些问题的恶化。建筑工人们很可能会优先选择政府的项目，因为待遇更好，导致布里斯班在未来几年住房供给的改善上落后于其他城市。不过可悲的是这样的上涨并不是来自于一座城市的发展、人们收入的改善，而是来自于原有问题的恶化。好了，本期视频就到这里，非常感谢每一个能看到这的人。如果你们喜欢我的视频，可以随手给一个点赞、评论或转发来支持我一下。当然不要忘记点开小铃铛，这样就不会错过我的最新视频了。我们下期见，拜拜。